第2章细菌帝国的战争。夜华跟随绿菌们奔逃，不知跑了多久，他们终于在一片隐蔽的绿色沼泽地停下。四周充满了浓厚的绿色雾气，这些雾气在空中漂浮，似乎有着某种护盾的效果。夜华喘着粗气，心跳仍然无法平复。他环顾四周，发现这片沼泽似乎与刚才经过的区域有所不同，这里的地面更加柔软，甚至还散发着微微的绿光。这是我们的暂时庇护所，绿菌领袖平静地说道，眼神中透出一丝疲惫。我们已经远离了鹤菌的追击，暂时可以休息一下。夜华缓过神来，这才仔细打量起眼前的绿菌。领袖的体型比其他绿菌大上许多，身上的绿色更为鲜艳，并散发着淡淡的光芒。他的身体中央有一颗发亮的核心，似乎是力量的来源。其他绿菌则环绕在领袖四周，对他十分尊敬。你们到底是什么？夜华终于忍不住问道，他的语气中充满了疑惑和不安。我们是绿菌一族，这个排水管世界的原住民之一。领袖回答道，语气低沉。我们的存在早于你们人类的文明，在这个世界中，我们与鹤菌一族争夺生存空间已经无数个世代。无数个世代？夜华惊讶地瞪大了眼睛。你们是一直在这里吗？那为什么我们人类从未发现你们？领袖微微一笑，那笑容中带着一丝无奈。对你们人类来说，我们的存在只是一种微小的生命形式，就如同你们眼中的灰尘一般微不足道。然而，在我们的世界里，这里的一切都是真实而宏大的。我们有自己的文明、文化和信仰，甚至有我们自己的帝国。听到这里，夜华的好奇心愈发强烈。你们的帝国是什么样的？领袖目光深远，似乎在思索如何描述。我们的帝国绿菌帝国位于排水管内的上游区域，那里有着我们的首都，一个由无数微小的纤维和微管构成的城市。城市中充满了各种精密的结构和机械，这些机械帮助我们维持生存，抵御外敌的入侵。他顿了顿，继续说道，我们的文明以和平与繁荣为主，但这些年来，鹤菌一族变得愈发好战和贪婪。他们的领地位于排水管的下游区域，那里的环境更为恶劣，充满了腐败和毒素。他们的城市建筑大多由硬壳构成，呈现出一种冷酷无情的美学。他们的领袖鹤菌大帝是一位残忍而强大的统治者，他一直试图统一整个排水管世界，将我们绿菌彝族消灭殆尽。夜华听得入迷，脑海中不断浮现出这些微观帝国的景象。那你们一直都在战斗吗？领袖沉重的点了点头。是的，我们已经无法避免战争，因为这是生存的唯一选择。就在此时，一个绿菌士兵匆匆走上前来，神情紧张。郡皇，侦察队回报，鹤郡的主力部队正向我们的边境推进，情况十分危急。夜华一惊，什么？鹤郡大军又来了？他们来势汹汹，似乎准备发动一场全面的进攻。士兵焦急地说道。该死，我们必须立刻准备应战。郡皇迅速下达指令，所有部队立刻集结，前往前线支援，不能让鹤郡踏入我们的领地。夜华站在一旁，虽然不明白他能做些什么，但他感觉到自己已被卷入这场战争中。他决定跟随郡皇前往前线，看看能否帮上忙。他们迅速穿越了几片区域，来到了前线的边境地带。这里的地形更加崎岖，绿菌们依靠天然的纤维构筑了防御工事。夜华站在一处高地上，俯视着前方的战场，心中不禁为绿菌一族捏了一把冷汗。你真的打算参与这场战争吗？郡皇忽然问道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感。夜华深吸一口气，点了点头。我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，但既然我已经来到这里，我不能袖手旁观。郡皇微微一笑，点头示意。你的勇气值得钦佩，如果你能够帮助我们，也许我们能够改变这场战争的局势，谢谢你。夜华感到压力倍增，但他知道这是一场无法回避的战斗。他跟随郡皇来到前线指挥所，看到绿菌们已经在各自的岗位上准备作战。
而贺峻他们的数量庞大，士兵们全都披着厚重的铠甲，手中握着带刺的武器。随着他们的逼近，整个地面都在震动，让叶华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迫感。他们来了，郡皇冷静地说道。准备战斗！绿郡将领们高声命令，士兵们立刻进入战斗状态。随着一声号角响起，战斗爆发了。贺峻大军如潮水般涌向绿郡的防线，他们的攻势凶猛，强大的冲击力让防线摇摇欲坠。叶华在指挥所中目睹了这一切，心中焦急万分。我们的防线顶不住了，一名绿郡将领大声报告。派出预备队，无论如何也要守住这里。郡皇坚定地命令道。预备队迅速加入战场，他们的加入暂时稳住了防线，但形势仍然不容乐观。叶华看住前方的战况，忽然脑中闪过一个想法，也许我们可以利用排水管内的水流来对付贺峻大军。他突然大喊道。郡皇听到后微微一怔，你是说用水流来冲散他们？对，叶华点头道。排水管中的水流是这个世界的自然力量，如果我们能够引导水流冲向贺峻大军，也许能够削弱他们的攻势。郡皇思索片刻，随即下达指令，立刻派遣一支队伍去引导水流，务必要成功。随着命令的下达，绿郡士兵迅速行动起来，他们利用附近的纤维和微管，将水流引向战场前线。不久之后，叶华听到了一阵轰隆隆的水声，那是水流开始涌动的声音。快成功了，叶华感到一丝希望。果然，强大的水流如同洪水般冲向贺峻大军，贺峻士兵们措手不及，被冲击得七零八落，防线瞬间崩溃，他们的士气也随着水流的冲击而大幅下降，开始四处逃散。我们赢了！绿郡士兵们高声欢呼，士气大振。郡皇看住这一幕，眼中闪过一丝欣慰。叶华，你做得很好，这一战我们取得了关键的胜利。然而，叶华知道这场战争远未结束。贺峻大军虽然被击退，但他们随时可能卷土重来，而他在这个微观世界中的冒险才刚刚开始。